后女孩一周7次857长烂离世，纵欲的代价你根本无法承受。现在的人们无论是面对就业还是面对学业压力都非常大，找不到合适的解压手段，不少人就会纵欲过度，给身体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。996相信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它指的是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一周工作6天，每天工作12个小时。这也是现在年轻人所吐槽的上班方式。那么你听说过857吗？857是一种酒吧文化，指的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，一周7天，天天如此。很多人在白天上班有着不小压力，到了晚上就会来到酒吧进行娱乐消遣。857显然是一种不敢直面压力，而且还会给身体造成巨大负担的生活方式。长沙就有一位00后女孩叫小梅，化名，连续过了1个月的857生活，终于在有一天撑不住而昏倒在路边。尽管被好心人救助，及时送去了医院，但是却由于长期的纵欲生活导致肠烂而不幸离世。喜欢过这种857生活的不仅仅是小梅一个人。这位00后女孩的事件被曝光后，不少和她一样有着857的年轻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去医院进行检查，在确定身体没事了以后，才放心的回家安心的待了一段时间。但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随着这件事的热度一点点过去，这些年轻人仿佛忘记了小梅的遭遇，这段时间培养的安全意识也是荡然无存，继续沉迷在夜晚的快乐里，过上了他们的857生活。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透支身体的857乐此不疲呢？一、沉迷857的原因。凡事都是有原因的，不是谁天生就会沉迷于857这个生活方式。但是现在我们不难发现，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渐开始沉迷857。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一、释放压力。首先，年轻人沉迷这种生活方式的最直接原因，就是白天工作压力太大，却没有地方宣泄，夜场的酒吧就成为了他们发泄情绪的地方。在晚场的酒吧里，人们可以跟随着酒吧 DJ 尽情的蹦迪，大家相互之间都不认识，可以放得开，甚至陌生人都可以搂在一起跳舞。这种快感很容易让年轻人上头，来了一天就想要来第二天，久而久之就沉迷在了其中。不仅如此，酒吧里面各种各样的酒水更是能满足年轻人的味蕾。年轻人通过酒精来短暂的麻痹自己，使自己逃离现实生活中。在被酒精麻痹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们是自由的，是快乐的。可是每当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酒精的麻痹作用退去的时候，他们又要面对生活的压力，就会陷入到深深的空虚感。到了晚上，就会再次回到这个可以让自己醉生梦死的地方，继续通过酒精麻痹自己的大脑。二、进行社交。现在的大多数打工族都是每天2点一线，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，又或者在上班的路上，这让他们很少会结交到除了工作之外的人，慢慢的也会失去社交能力。而857的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在晚场的酒吧里结交各种帅哥美女，大家相互不认识，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还有现场氛围的烘托，大家很快就能聊到一起，彼此之间仿佛没有了白天那种隔阂感。在酒吧里，我们也常常会看到素未谋面的2个人搂在一起，有的甚至会亲在一起，第二天却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各自离开了酒吧。这便是酒吧的社交，可以让人不用耗费太多精力，就可以直接的结交到所谓的朋友。而这种朋友无疑是短暂的，他们只是彼此之间都满足对方的需求罢了。这种诱惑无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，仿佛酒吧就像一个随心所欲的梦幻池，让人十分享受。三、潮流聚集地。酒吧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，因此这里一定会充满着时尚潮流。年轻人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各种潮流因素，而且每个人在去酒吧之前都会进行精心的打扮，这也是酒吧里面美女帅哥多的原因之一。在酒吧里，漂亮的女孩子或者是帅气的男生唱一首歌，一定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，不光是因为他们好看，更是因为他们那些所谓的才华。不仅如此，酒吧为了能让年轻人时刻体验到新鲜感，还会时不时的举行音乐节、各种文旅活动，还有 DJ 表演。
这些活动对于年轻人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。4. 找到归属感。很多年轻人在工作单位并不会被高看一眼，但是到了酒吧很容易碰到志同道合的人。如果自己再有点才艺，很容易受到广大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。在这里，他们能短暂的感觉的一点温馨，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，仿佛酒吧就是自己的归属一样，从而沉迷其中。2. 纵欲的危害。文章的开头我们也说到了00后女孩长时间过8-5期生活而导致肠烂，由此可见纵欲的危害很严重，不仅是对精神的摧残，更是会跟我们身体带来巨大健康隐患。那么过度纵欲具体都有哪些危害呢？首先就是会导致我们作息不规律，酒吧真正可以娱乐的时间就是在凌晨。就比如说8-5期的生活方式，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必须熬夜才在酒吧里找到快乐。如果白天在工作岗位就很累了，到了晚上还要在酒吧里进行娱乐活动，只是在快要亮天的时候简单睡上1-2个小时，这种不规律的作息时间久了以后，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。有研究表明，人身体的器官在晚上11点到凌晨2点是最佳休息时间。如果这个时间段没有好好休息，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很容易发生病变，而且长时间的熬夜也会造成精神注意力不集中，导致在上班的时候不能很好的完成工作。不仅如此，长时间睡眠不足还会给心脏带来巨大负担，增加了猝死的风险。在酒吧里面难免会喝酒，到了夜晚人身体里的食物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了，这时候喝酒就是空腹喝酒，由于酒精具有很强的刺激性作用，空腹喝酒一定会对胃肠道黏膜受到损伤，就像文章刚开始所介绍的00后女孩一样，肠烂的风险大大提高。长时间酗酒对精神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，常常我们会听到老人讲喝酒喝傻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，例如反应迟钝、记忆力变差等。最后就是长时间在晚场的酒吧还会对我们的听力造成影响。由于酒吧里面各种大型的 DJ 设备和各种音效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十分嘈杂的环境。夜晚本来应该是安静的休息时间，酒吧里面却又吵又闹。长时间处在这种喧闹的环境中，等到老的时候，听力很可能会受到影响。相信谁也不想等到上了岁数大时候需要带上一个助听器吧。3. 正确的解压方式。长时间过着这种8-5期生活，不仅不会得到有效的休息，还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各样负担。看完这些危害，你是不是有了一点想要放弃这种生活的念头了呢？这时候你可能觉得没地方解压，那不妨试试以下几种解压方式。1. 做运动。上过初中的朋友一定都知道，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快乐的物质，而运动可以有效的分泌多巴胺，在下班时候可以通过慢跑半个小时，让身体分泌多巴胺进行压力的释放。如果不喜欢跑步，也可以在公园和人们打打篮球。很多人会说，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们，怎么一块打球呢？事实上，打球根本不需要互相认识，只要加入到其中就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仅能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，还能够释放压力，简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2. 吃美食。有一项研究表明，人在难过的时候喜欢通过吃食物来缓解自己的焦虑。确实是这样，吃美食确实可以让人身心放松，是一种不错的缓解焦虑的方法。如果哪天不开心或者压力大，不妨试试奖励自己一顿火锅。毕竟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一顿不行，那就2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美食可以缓解焦虑，但是也不要过度，避免造成健康或者肥胖等问题。解压的方式还有很多，例如找到一个自己的爱好，例如去爬山、去骑车，甚至是去看比赛，这里就不一一进行列举。总之，世界上还有很多比8-5期生活方式更吸引人的方式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。结语：现在年轻人的8-5期生活方式虽然不对，但是由于生活压力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平常去个1-2次还好，但是如果沉迷其中无法自拔，最后伤害的只能是自己和家人。毕竟纵欲的代价咱们无法接受。面对压力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缓解。
而不是沉迷在857中无法自拔。